在锁定了坎塞尔油田之后，身在北欧的一众人便立刻制定了后续的分工。李亚林的工作是忙着继续训练 AI 模型，同时开始让 AI 模型按照他之前的思路筛选整个非洲的工矿企业。因为之前李亚林就判断过，珀钦会的驻地大概率都是工矿企业这种有极大规模又相对闭塞的大型企业，只有这样才能藏得下上千名死士以及他们的家属。具备这种规模的企业很多，所以他还要用很多其他条件去筛选，比如明星企业，有国际知名资本参与的企业，一天到晚总发生各种事故，频繁因为正面或者负面消息上新闻，或者被当地政府关注的企业，基本都可以先排除在外。现在有了天际线10几年的卫星图片数据，又可以根据目标企业现在以及过去10几年里的卫星图片变化，来分析其中可疑的线索，锁定其他死士驻地的机会，也从之前的几乎为零变成了大有可为。而深耕通讯相关技术的郎红军则开始对天际线的现有业务进行梳理。天际线对万隆店在中东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帮助，可以将周围军阀以及其他势力的发展尽收眼底。有了 AI 模型对图片进行高清修复，对方哪怕在什么位置投入了一门小型迫击炮，也能看得一清二楚。至于叶晨，他要等下一个死士驻地被锁定之后，前去给珀钦会来一个措手不及。而在死士驻地还没有被定位出来之前，他打算带着林婉儿去一趟北欧北部，因为他之前打听过，要带林婉儿看看极光。北欧的国土虽然算不上很大，但北部是一个如蝌蚪尾巴一般绵延上千公里的狭长地带。叶晨与林婉儿决定去这其中一个叫林恩的小镇，这里已经非常接近北极圈，是观赏极光的好去处。从奥苏城到北欧北部距离有1000公里，飞机是最佳的交通工具，但林婉儿似乎对坐飞机并不感兴趣。她向叶晨提议开车过去。北欧的北部人烟稀少，路况十分顺畅，1000多公里，10几个小时便也能开到了，而且两人的身体素质都异于常人，无论是开车还是坐车，10几个小时也都不在话下。虽说时间并不那么宽裕，但北欧北部人烟稀少，飞机航班也并不算多，而且就算是到了北部大城市，还要继续租车行驶才能抵达观看极光的小镇。综合来看，消耗的时间很可能比开车还要久，于是两人便决定还是开上次那辆越野车前往。为了节省时间，叶晨吃过晚饭便驱车出发，10几个小时的车程，预计第2天的中午就能抵达。林恩已经接近北极圈，那里现在虽然还没有极夜，但日照时间也已经短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也就无所谓什么时间，毕竟一天里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黑夜。临出发之前，先去见了海伦娜，告诉她自己未来几天的行程计划，然后拜托她关照一下二舅以及李亚林、郎红军等人。海伦娜听说叶晨要带林婉儿去北欧北部看极光，心里多少有些诧异。她实在不明白叶晨为什么要对身边那个17、18岁的小姑娘这么体贴，而且即便是很重要的事情都把她带在身边，总觉得两人的关系似乎不简单。但一想到对方不过才17、18岁，便又觉得是自己想太多，于是他便开口道：叶先生尽管放心，安先生他们在这里，我和皇室其他成员一定会照顾好的。说着，海伦娜又道：对了，叶先生，北欧皇室在林恩有一栋度假屋，是我奶奶的父亲在他小的时候修建的，那里是看极光最好的地方，而且方圆几十公里都是皇家的领地，没有其他人打扰，这些年也一直没断了维护。您如果不嫌弃的话，可以带林小姐住到那里，房子很干净，若是觉得冷的话，只需要把壁炉烧起来就好。叶晨没想到北欧皇室在自己要去的小镇还有度假屋，听起来似乎确实省事许多，于是便道：我一会问一下小婉的意思。海伦娜点点头道：叶先生稍等，我让人把那里的钥匙取来，您路上可以再跟林小姐商量，如果她感兴趣的话，您二位便可以直接过去。叶晨觉得海伦娜的提议十分合理，便也没有再客气。
海伦娜很快让管家拿来一套钥匙。管家告诉他，海伦娜说的度假屋其实是一个坐落在林恩郊外一座小山之上的庄园，是一整座山丘以及周围的大片土地都归北欧皇室所有。早些年，北欧皇室权力较大，经济情况也比较宽松，而北欧北部的土地价格低廉。老皇帝为了自己的女儿方便看极光，便买下了那块地，然后建了一座北欧风格的度假别墅。由于那栋度假别墅承载了老女皇不少童年记忆，所以这些年虽说北欧皇室后来几十年落魄了不少，但也一直把那栋度假别墅维护得很好。海伦娜小的时候偶尔也会随家人前往。叶晨收下钥匙，与林婉儿简单带了几件换洗衣服，便驱车离开皇宫。数据中心刚好也在奥苏城的北部，安凯峰、李亚林和郎红军都在这里，于是叶晨便与林婉儿顺路去了一趟。叶晨向几人打了招呼，让他们小事找海伦娜，大事找自己。临走时，郎红军找到叶晨，对叶晨说道：“叶先生，我有件事想跟您商量一下。”叶晨问他：“怎么了，老哥？”郎红军道：“这2天我把天际线的软硬件以及数据库的情况大概啰了啰，发现自从马斯克的 SpaceX 开始承接商业卫星发射的业务开始，天际线就一直把自家的遥感卫星交由 SpaceX 来发射，算得上是 SpaceX 最早的客户，也是最支持他们的客户。他们与 SpaceX 的合作关系一直很密切，所以我想问问您，能不能跟天际线那边打个招呼，把万隆电的通讯卫星挂靠在天际线的名下，然后通过天际线与马斯克 SpaceX 的深度合作关系，让 SpaceX 帮忙把咱们的通讯卫星发射到太空轨道。”说着，郎红军又道：“卫星发射毕竟还是一个管控十分严格的领域，而且发射门槛又非常高，全世界能造各种卫星的企业不下1万家，但为第三方提供卫星发射服务，将卫星发射入轨的企业加起来不过10家，对卫星所属企业的要求也很多，还要审查一系列资质。如果没有合适的挂靠企业，万隆电的卫星将来还得重新找一个壳公司挂靠，而且新公司与 SpaceX 这种公司的合作关系还需要重新建立，肯定不如直接挂靠在天际线来的更方便。”叶晨听完他的描述，微微点头道：“这个应该没问题，我跟负责人沟通一下。老哥，你还有什么其他需求？”郎红军想了想，道：“如果发射的问题简单化，我想把卫星数量提升到30台以上。现在的通讯卫星小型化做得很好，造价相对也低廉很多，即便 SpaceX 的星链卫星一颗也不过几10万美元，未来星链卫星的总量会在1万多甚至3、4万颗，不过它面对的是全球用户。如果我们要解决万隆电自身的全球通讯以及互联网接入问题，几10颗近地卫星便足够了。”叶晨点头道：“自从拿到天际线的数据，确实进一步提升了我对卫星的期待。只要能够达到我们预想的效果，别说发射几10颗，就算将来需要发射1万颗也不在话下。老哥，你尽管放手去做。需要钱我给，需要人我出钱，你自己招。需要关系我帮你找，争取明年就能把我们的卫星发上去。”郎红军有些激动地说道：“如果发射能插队的话，明年1季度我们的卫星就能入轨了。通讯卫星本身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就像买电脑组装硬件一样，供应链就能解决，难就难在发射以及发射之后的使用、软件的适配，这些是我的专业，我自信能够做好。另外，我已经跟美国一些曾经的同学联系过，他们跟我差不多，年纪大了，也都面临裁员和降薪的问题。我探过他们的口风，如果薪资待遇合适，他们是愿意重新开始的。等人梳理的差不多了，我想在美国搭一个研发和线上团队，专门负责研发自己的通讯系统以及后续卫星入轨之后的工作。”叶晨见他已经分析得非常全面，定然已经胸有成竹，于是便道：“老哥，这些方面你放手去干，我随时可以在美国成立一个创投基金，到时候你出面成立一家初创企业，我来给你投天使轮，这样你就能把你之前的同事都招过来，一起做事。”
郎红军忙道：叶先生，我之前的财务状况很糟糕， FBI 和税务部门一查就能查得很清楚。离开美国没多久，忽然拿到一笔天使投资，势必会引发怀疑。我那些老同事肯定也会想不通。不如您直接在天际线内部开一个卫星通讯业务，然后由我担任明面上的业务负责人。这样不仅外人不会怀疑，我的前同事也不会怀疑，而且重点是 SpaceX 那边更不会怀疑。